星陨阁后山石塔内，萧炎已经在顶层石台上沉睡了1年。这1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首先，萧炎已经变成了星陨阁的少阁主。其次，小医仙、天火尊者、紫妍、熊战都基于各种原因和考虑，成为了星陨阁的客卿长老。再次，加玛帝国的真正掌权人变成了炎盟，而炎盟的现领导人是萧炎的老婆。最后，萧炎的大老婆和斗宗女儿都挺想他。其实早在半年前，萧炎体内的伤势就已经尽数痊愈了，甚至那情况比以往巅峰时期还要更好。只是这都1年了，萧炎为何还不醒来？萧炎他其实是在蓄积力量。萧炎苏醒之日，铺天盖地的火焰凝聚成了一头足有100丈庞大的紫褐色巨龙，盘踞天际。而萧炎正立于巨龙的额头之处，那恐怖的气息一散开，就惊呆了众人，是斗尊。装完一手好13后，萧炎就散去了巨龙。与此同时，药老与风尊者一行人也到了。一通感伤与叙旧后，萧炎提起要为药老炼制躯体，一旁的风尊者却表示现在不是时候。先前魂殿利用锁链抽取了不少药老的本源魂器，若是不把损失的本源魂器补足，即便药老得到了肉身，实力也会毫无进展。只有魂婴果或者玲珑天枝才能够修复药尘所损失的魂器。可魂婴果与玲珑天枝非常的罕见，星陨阁这1年内全力寻找，始终一无所获。只有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远古遗迹中传出过一些风声，据说是有魂婴果。可每次远古遗迹现世，必定血流成河，陨落斗尊都不带稀奇的。但高风险也往往伴随着高回报。萧炎所修炼的焚诀，就是风尊者与药尘等人经历了诸多血战，才从上次出世的遗迹中带出的。这一次的遗迹出现在兽域，其主人或许是一名斗圣阶别的巅峰强者，能够吸引多少强者前去就不必多说了。药老如今无法战斗，风尊者也必须留下坐镇，萧炎一行人前去找一个可能存在的东西，其实是很冒险的。萧炎却觉得只要有一丝希望，他就不会放弃。药老曾经经历过一次差点失去，他并不想让萧炎去遗迹，试图用还有肖战等着萧炎去救来说服萧炎不要冒险。萧炎却表示，以自己现在的实力，即便是遇见了摘星老鬼那等实力的强者，也能够安然而退，自己知道分寸。药尘见自己说服不了萧炎，就皱紧了眉头。萧炎却是笑了笑，不等药老再说话，就让风尊者给自己准备地图，并表示魂婴果的事交给自己就成，风尊者自然是全力支持萧炎的啦。3天后，与远古遗迹有关的情报已尽数被萧炎收入囊中，是时候启程了。4天后，萧炎、小医仙、紫妍、天火尊者、熊战、穆青鸾一行人就抵达了兽域。只是在骸骨山脉与星陨阁的先头部队碰头的时候，萧炎得知了一件让人十分火大的事情。星陨阁的人到了以后，就找了一处能够第一时间探清遗迹动静的山峰，准备搭建营地。风雷阁的人却突然出现，然后仗着自己实力强，将星陨阁的人撵走了，还将齐长老打伤。老实说，强者为尊的世界里，我不认为风雷阁的人这么做有什么问题，本来就有仇不是吗？同理，萧炎出马去找场子也没问题吧，毕竟现在萧炎一行人的战力更强啊。如今的风雷阁仗着与天妖皇族的关系逐渐交好，变得越发的嚣张，有种真当自己是4阁老大的意思。此次强抢行为无疑是扇了星陨阁一个耳光，这种原则性问题，星陨阁要是忍了，定然会沦为别人的笑柄。若是面对魂殿这种远比星陨阁强悍的庞然大物，那就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面对风雷阁这种货色，萧炎怎么可能让星陨阁受这种委屈？营地内，费天一听有人来营地捣乱，十分嚣张地表示抓起来，死活不论。随后就欲出去看看，只是这脚步刚踏出1步，就见先前那些为了露脸邀功的人被当成沙包丢了回来。不知道是何方朋友出手，这里是风雷阁的营地，还望看在风雷阁的面上。费天目光凝固在那处山路，沉声道。费天话还没说完，萧炎的嘲笑声就到了，表示这么多年费天还跟个妈宝一样的，天天把风雷阁挂在嘴边。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看着这熟悉的面孔，新仇旧恨加起来，愣是把费天的脸给气成了猪肝色。不过很快费天就笑了，他觉得萧炎不过是逞口舌之力，既然今天萧炎撞上了枪口，他就勉为其难的杀了萧炎好了。至于一旁的小医仙等人，他虽然有些看不透，但他根本就不在意，因为他不认为萧炎有资格与斗尊强者结交，然而现实却甩了他一个响亮的巴掌。萧炎只是随手就将他控制住了。感受到萧炎实打实的斗尊实力后，费天傻眼了。
萧炎却是连看都不带看他一眼，直直盯着雷尊者所在营帐，轻笑道：雷尊者，让这种小猫小狗出来，也不怕弱了你风雷阁的名头。小狗废天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雷尊者并没有接话，萧炎却没有了等待的耐心，屈指一弹，将废天的胸膛击陷半寸后，就将其丢进了雷尊者的营帐。哧啦一声响后，营帐瞬间就变成了漫天飞絮。感觉突然变得敞亮的雷尊者是真的怒了，他要杀了萧炎。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，一身着虎纹衣袍的老者出声和稀泥，希望二人能够看在大地虎族以及银月狼族的份上就此罢手。雷尊者一看有台阶，肯定就下了呀。雷尊者不过3星斗尊，萧炎这小子的妖孽天赋与实力根本不能以正常值来衡量。再说了，宝贝还没出现，就在此消耗战斗力，不是明智之举。萧炎却是刻意曲解虎袍老者的意思，表示该老者都这样说了，雷尊者完全可以带人走了。虎袍老者的脸色瞬间就不好看了，这是在受辱。这小子如此不给自己面子，自己还怎么震慑住其他人？虎袍老者决定要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，于是他联合雷尊者以及另一名身着兽袍的老者，放出斗尊的气势，就朝着萧炎压去。而面对这等恐怖威压的萧炎，竟然还上前了2步，坚定地指着山脚的方向，用确保在场的人都能听到的声音道：最后一次，从这里滚下去，或者躺着下去。好家伙，这王霸之气绝了！不知是不是为了配合，小医仙等人在萧炎话音刚落的时候，同时放出了斗尊的气势，强行将雷尊者3人震得面色煞白，呼吸粗重。4名斗尊，甚至还有2名3星巅峰斗尊，雷尊者简直不敢相信。就连那位身着虎袍的老者也彻底闭了嘴，开玩笑，万一待会儿动起手来被强行丢出去，那面子就丢得更大了，还是躲远点吧。就眼前这情况，雷尊者除了悔恨当时没杀了萧炎，还能做什么呢？还能夹着尾巴带着众多风雷阁弟子狼狈撤离。常规的临别狠话放完后，雷尊者就带着滔天的杀意和恨意离开了。萧炎，就问你敢动不？雷尊者，我不敢，走还不行吗？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